撞球是一种精准运动，需使用撞球杆搭配各种细腻思考，将球打进袋。而站姿及运杆是成功击球的基础。平衡的身体与稳定的出杆，让每一次的击球都更加准确。架杆需要留意，连接你与球杆的桥梁。精准的控制从这里开始。架杆时，保持手臂的稳定，球杆与手的接触要自然顺畅，这是击球准确的关键。定杆，打击白球中心点，是学好撞球最重要的基本功。推杆，控制力道与速度，感受手腕的顺畅，让白球稳定向前。拉杆，利用出杆速度与准确的打点，让白球碰撞到子球，产生反作用力。定杆、推杆、拉杆，这3种基本击球方式是每位选手都必须掌握的技巧。在撞球的世界里，精准的灌球就是王道。颗星灌球让子球没有在进球路线时找到进攻方式。跳球让白球轻盈越过障碍。精准击中目标需要不仅是力量，更是精准控制和完美的时机，是展现选手实力的高难度技巧。大角度薄球，让你在比赛中取得继续进攻的机会。组合球，进阶技巧将是制胜关键的一击。在撞球比赛中，不仅是技术的对决，更是智慧与心态的较量。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都是日复一日努力不懈的成果。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一起见证撞球的未来之星。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大家都有吃饱吗？加爸爸呀！我们刚刚经过这个中午短暂的休息时刻呢，马上回到下午的赛事，要来进行的是公开组16强的比赛。那依旧是由我董进桥搭配中正大学撞球队的教练林全辅教练和我们的 Hot Sports YouTube 的转播团队为大家带来这个服务。教练，刚才午餐有吃这个美味的高雄面线，觉得口味怎么样？非常的好吃啊！这个真的是高雄也算美食之都之一啊。那这个面线真的是让我赞不绝口。是，对。好，那我们有吃饱，选手也是在经过休息跟吃饱之后，要来进行下午的赛事哦。现在进行到的是16强，由这个庄振林来对上罗祥礼小选手。两位选手拥有浪分制哦，所以庄振林这边是要拿下4局，而祥礼是只要拿下他的一半，2局就 OK。相信也是这个代表高雄基层撞球很重要的培训基地哦，光华国小走到比较后期的小选手。没错，全校队的希望。那他对战的是来自嘉义的撞球好手，他庄振林。对。想跟教练请教，嘉义现在那边的撞球风气，据你了解，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目前的话，因为我本身是在民雄啦，那这个市区还是比较多高中，那高中生玩乐的性质还是居多一点，就没有一个专职的球队。那这位庄振林选手呢，他自己是孤军奋战啊，哇，他都是没有伴，他就是通常都是跟坊间的球友这样互相切磋，慢慢成长。那他的教练也是我们国内知名的职业选手吕玉虚，那在他的调教之下，也是慢慢走到今天这一步。那他昨天是有去参加我们台湾国内的业余赛事，国联保全杯。那今天来参加台湾杯。
所以这2天也是密集出赛哦。是的，其实，在2018年之后，就是我说的台湾没落的10年，2008到2018年之间比赛比较少，然后开始2018年之后呢，就开始坊间有很多比赛，尤其是2023年疫情之后啊，这个每一个周末啊，台湾至少有4到5场的比赛，哇，哦，很蓬勃，比较中大型的，小型就更不用说了，是几乎每一间球场每个周末都会办一些比赛。那非常的蓬勃发展，然后竞技之中会带起大家练球的渴望。好，这个庄选手我也蛮久没看到他了，大概2个多月了。他突然烫的发型，我跟他说：“哎、你这个发型是意大利名师 Sit Down Please 帮你设计的吗？”年轻人换个造型，换个心情。他们都现在喜欢这个烫这个鸟巢头，对。好，看一下1号球的路线啊，稍微被6号给遮挡到。对，没错。啊，他拿起短杆跳球了哈。那这个距离应该对他来说没有问题，但是跳进1号之后要怎么去做到2号球，可能会是他的问题所在。但2号球虽然在洞口了，但要做到一个好的角度，也需要一些好的进攻位置。好，从画面上看起来好像还微微的带左塞哦。哇，对，先碰到了6号，发生了违例的状况哦。好，这个失误是非常的不应该啊。对，这个距离并没有到很难跳哦，还在适应。确实，这2天看起来能把握度跳球稳定度的选手不多。对，连我们庄智宇都有发生失误哈。好，祥里他这一颗球拉杆没有拉到，非常可惜，做到自刁。啊，看起来是打薄了一点。对，这样子就藏在7号球的后面哈，然后做一个颗星的解法，没有，也是先碰到了9号，对，犯规。对，这边同样犯规了。我们喜欢藏在柔顺背后。哦，没有，我们不能唱歌，不能唱歌。最近太多老歌，然后每个球场都有在放，是，勾起我们以前很好的回忆。还是因为那个江蕙2姐要复出，让教练太兴奋。其实江蕙幕后的这些作词人也非常的厉害啊，像这个有一个专门作词什么红的老师，我忘记了，然后他写这个台语的词也相当的厉害。这边准度稍微差了一些。但江蕙最有名的这个歌谣是我们综艺圈蛮有名的大哥做的词吧？好，那个郑敬一。对，哇，这里这2位选手的状况不断哦。哦，连续的犯错就要小心哦。对，他已经连续犯错2次了哦，那对手有可能会进行3雕战术。好，没有翟新人哈，我在猜他不是不知道啊，我在猜他应该是忘记对手已经连续2次犯规了，还是看对方只是小学生，不要这样子。迈阿密啦，对，他应该是忘记对手连续2次。我们说这场比赛如果连续3次犯规，比赛的获胜就是直接判给对方。就是该局哈，对，那一局而已。如果是整场的话，那就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去雕对手，没事。对，好，那个郑宁选手应该也不是要推到这边了哦，他受限于身高，力量发起来之后到这边。好，做了一个不知所谓的防守，那个还没有打起来，但是已经到16强，前面几场比赛应该都已经热好身了。是啊，我们从64一路32，两位选手也都是有过前面2轮的这个练了。是的，对，包含祥里他在昨天就有出赛了。是的。
可能两位选手的也是第一次面对镜头，然后那可能这个紧张感还是无法消散。对，遇到有这种转播场合的比赛比较少，然后这里误打误撞把8号球给打进了，这样就保持自己还有进攻的机会啊。看一下刚才这里是要攻局球，结果反弹的时候误打误撞，没错，对，好 lucky 哈，好，这边没事，好留下一个可能看得到但是没办法进攻的角度哦。那祥李要小心哦，不要碰到9号球之后白球洗袋。好，说什么怕什么来什么，哇哇，给对手4颗球。哦，但无需担心啊！哦，这对手我看他今天状况也还没有进入状况。那等于说第一局哦，两边都还在热身的一个情况，那个暖机都还没有暖开。没错，好。我们阵营又出现失误了，哦，这颗球并没有做好，他可能还是选择防守啦，也有可能是不熟悉这个台子的跑法，也是有可能。所以要赶快调整了。现在这个是短局数，谁赶快适应这个台子，谁就掌握先机啊！是的。好，这个白球，白球，白球哇！这一场比赛应该是今天转播到这个进白球最多的一场，进白球最多的一场比赛。对，两位选手状况最多。对，一直在给对方机会哦。好啊，祥李的身高好像跟杆子差不多高哦，这是一个刚刚好可以打撞球的身高。好，打一个拉杆，哦，角度还行。这次光华国小也是派了好多名小选手来参赛哦。没错，这也是需要校长的支持，还有学校里面的老师支持。像这样子带队出来其实是需要老师带队的，因为你只要穿上学校的衣服，就是要有老师带队。那老师这个都是特别加班啊。想一下，郑林好，选择走近边呢 ，OK。好了，白球应该是没事了，他还在等。对，好，感觉今天他有点失神哦。是啊，白球很喜欢跑去洞里。好，不过不论如何，第一局是由庄振林选手给拿下。他的神可能还在这个嘉义。我们说，在这种相对资源或者赛事或是选手量比较少的县市要从事一门运动，像他这样子比较少，我们说之前也讨论过，你能否在撞球生涯遇到一个同龄人或同阶段的人，然后一起学习成长，这件事情是很难得的。那像他在嘉义就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其实作为一个散人选手，这样自己到处打比赛、到处练，有时候也是辛苦嘛，倒不至于，可是有时候会有种孤独的感觉哈。对，所以要耐得了孤独的人，就有办法进步的好一点啦。但真的太难了，尤其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多，你要能完全自己孤独一个人，太难了。这并不是你的心理素质不行，而是在这样环境里面，本来大家就会被浸淫成这样子，你的生长环境是这样子，就无法改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做防守。我感觉他有点打得随便了，有点看对方是2局，他认真不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态度可能稍微要再修正一下。
像志宇就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给对手，他不管对手是1局或2局，或3局，他都是专心的去打好他该打的球。现在在右边有一坨球都塞在桌台的右上角。没错。也但8-6有机会成为一个组合球，然后就会1号去碰8号，再去碰到6号，有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喜提新发型的阵理。这一次跳弹了2次颗星，还是没有办法去碰到。是的，非常可惜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呛死机会球，但没有把握到。好，来我们看一下祥礼。他也觉得好多颗哦，在想要怎么解。其实我看他看这盘球的这个眼神啊，是，我觉得他将来应该会成一个大器。怎么说？因为他其实不只看这个1号球，就是周围的球，他还会去观察其他球的样子或分布。那我觉得他从他看这些球，我觉得他有大局观。那这可能对他来说，将来会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现象。是，对他有一个远见。虽然可能技术上做不到，但他在看球的时候，观念是对的，观念已经有开始慢慢养成了。观念先到位，老师教得好，技术小朋友还可以随着身体的发展发育，还去随着身高跟这种肌肉的成长，技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正确的观念跟大局观先养成，对，这样你在撞球路上走起来就事半功倍。没错。这里也不求多，就做一个颗星的解球就好，做防守。然后除了这个大局观之外，我觉得他的心态应该也会蛮健康的，因为他不管打得好或不好，他就是打完就回去座位上坐好，他也不会去想他刚刚那颗怎么样，或者是他刚刚动作有没有问题，他就是一如既往的坐在他的位置上，对，那这就是一个沉着的表现。对，他没有太多后续不管是庆祝或是懊恼的反应。然后说人这一辈子会不会成功，从小时候的某些动作或习惯就能发现得出来。那我们10年后看看我今天的预测，可能不用那么久哦，也许不用那么久。看来你也对他很有期待哦。你想，我们刚刚看到的庄智宇在这么年轻就已经打出名堂了。对啊，所以其实再养成个5年8年，或许可以关注一下。也没错。代表嘉义的庄振麟，没错。我那天看到一段话，就在讲时间流逝的感觉哦。那虽然他没有他就是讲一个事实，但是又有很多无限的感慨。就有人说，对大一新人说，其实你们现在也不过离小学才毕业6年而已，但感觉好像一辈子那么长。是。学生时期的各个阶段，没错，要面对不同的压力跟情况。那如果在课业还有心有余力的时候呢，透过一些不同的运动喜好，不管是从事棒球、篮球、羽球、网球，还是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撞球，培养一个健康乐观的态度，然后透过这种体育竞赛，或者是有一些团队的赛事，去培养人跟人相处之间的一些道理。我觉得这都是运动除了带给你强身健体之外，很多心理上的一些收获。没错。好，最后的9号球。OK。
谢谢。今天白球跟他是有仇。对，这个发这个力，我就觉得是在瞎打哦，不必要哈。对，但我觉得他发这个力，可能就是他现在会这么打的情况下，因为他有点紧张。紧张的人就会去想要发大力，然后哇，那祥礼也不客气啦。既然你送礼呢，送礼送到家门口，我就直接下了。哇，因为他们名字里面有个礼字啊，对，果然是哈，很开心。这样子，祥礼靠着对方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现在拿下了1局，而且这场比赛要注意哦，他只要拿2局就好了。所以在这样让分的赛制下，其实年龄比较小的选手，你说有没有下课上的机会，是非常有机会的好，那我们看个头小小自己排球。现在如果要排到一个往前半足球的高点的话，现在对小朋友就比较吃亏一点。好，排得很 OK， 没有问题。来看一下他的冲球。好，冲进之后，1号球是呛死。好，因为没有3颗过线，然后所以交换球权。庄振宇2号球的小保边。没错，对，差了一些。在早些时候，其实嘉义有很多撞球馆。我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吧，这时候全台湾的这个便利商店指数4大超商加起来才快4000间。对，可是全台湾那时候撞球间的数量就已经到达6000间。哇！对，所以那时候撞球间可是比便利商店还多。那时候便利超商也是千奇百怪啦。就不止4大超商，还有很多一些比较小的品牌。对，现在有些地方上你还是看得到这些了，但是它转型成为杂货店这样子。所以林教练这样一路走来，其实你也见证台湾整个撞球风气的转变哦。是的，然后形象上也改变了很多啦。当然，因为像我记得10年前吧，这个台北市的体育课本还是台北县的体育课本这现在改制为新北市。这个体育课本上面有出现我们撞球选手周杰瑜。那这就是证明，这是官方认可，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不然以前大家觉得撞球就是一个不良场所，那自从他上了这个体育课本的封面之后，我觉得对于形象上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还有一个是某知名美商啦，那他也是连续好几年赞助台湾女子盛大赛事这叫安利杯，然后那时候台北到处都会是这个广告。是，这杯赛也有非常长的一个举办历史了。是的，也不能说捧红，但是也借由这个契机让很多的女子选手发光发热。好，这里要做一个球，把4号藏到后面，但露出来的空间还是够的。没错。好，他自己太讨了对，可能是完全不在状况内了但我觉得他
我们这样讲好了，在比赛中你要怎么去做调整？你不能说我打不好就打不好，你就放着让它烂。你应该是想说，我今天打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我要赶快在比赛中赶快做调整。例如说，我是眼睛的问题、手的问题，还是力量的问题？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有这些问题，那你要在练习的时候把这个问题给排除。你是用什么方法排除？那你在比赛中就要把这些排除，而不是说今天打不好，我就打不好，我没有想要把它打好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的水准一定是一个波动化，那我们要把这个波动的山峰跟谷底尽量缩小一点，让自己稳定一点嘛。那你就是要去解决你这物理上的问题啊，例如说你是眼睛的问题，那你就要马上调整，不是说今天打得不好，那我就草草了事，这不是一个好的检讨自己的方式啦，对啊。对手选手发挥一定是时有这个高峰或低谷，但你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的上下限控制在一个最平稳的状态。不要说我每次都是今天有120分，然后明天就剩20分，而是想每一次都可以控制在80分这样的状态。没错，就像你考数学啊，或考英文，你平常都是考80分。他现在整个人趴到桌子上了。哇！虽然动作看起来有点勉强，但是还是顺利的把球给打进。没错，对，您看刚才整个是身体的跨延展桌，对，而且他穿的是牛仔裤啊，会不会卡不知道。我是从动作上看起来感觉蛮卡的，但是还是顺利把球打进了。现在牛仔裤可厉害，还有做弹性的。是，好。6号这样子就剩下2颗了，8号跟9号这次要好好把握住机会哦。OK， 非常舒服的吃完吗 ？OK， 没有问题。对，在经过刚才的小乱流之后啊，庄振麟还是及时回稳，把第3局给拿下，现在比数形成2-1。好，16强的赛事进行到这样，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其实光华国小今天留下来的不少哦，比昨天还要多很多，代表昨天他们来只是适应球多，一适应就让他们不得了了哈。是人海战术啊，对。刚才我们透过这个转播镜头的背景，可以看到很多穿着蓝色队服的个头小小的小选手们散落在比赛场地的各个桌台上。来看庄振麟的冲球，好，他选择从一个拉杆，小白，没事。在冲球的过程中，把7号球棕红色给打进。好，那这颗球要当心，不要犯规了。对，因为贴得蛮近的，怕2次触及哈。哦，不错。2号球的位置也还算很舒服。这一次冲完球的每个球路都还蛮开的，然后距离洞口的位置都还蛮方便做下一次的进攻。没错，但他刚可能看了一个捷径的路线啊，他看了一个4-9碰的角度，他可能有想要这么做，但这个角度有点小，不晓得他有没有办法做到哈。好，来看一下他的白球怎么跑。好，想好了策略。好，抓9号，可惜。其实我们嘉义昨天市区啊，或者是嘉义县东石的部分，
引来了很多观光的人潮。观光人潮，对，因为昨天是一个东石的花火节，然后有办这个烟火。那其实台湾目前现在也办了很多什么祭啊，什么祭，对，是蛮好的。这带起当地的观光产业啊，还有这些农产渔品的销售，我觉得是蛮适合台湾的发展啊，这些观光的发展。对，这个东石海之下在昨天8月31号恢复举办了，让大家抓住夏天的尾巴然后昨天是准备了这个长达12分钟超过17000发的这个海上烟火规模，所以确实吸引了很多不管是嘉义的乡亲也好，还是这种来玩的外地观光客，大家都很享受在嘉义看到这样漂亮绚烂的烟火。没错，昨天这个有中正毕业的人他下午在中正，然后晚上往这个东石的地方移动。看完烟火，他就说我困在车阵中3个小时出不来就可知道这个人潮是非常非常的多啦。而且这几天有下雨，晚上可能就天气没有那么热，对，也适合大家出来走走。这个周末，整个全台湾的天气都非常的理想不管是出来比赛也好，或者是去参加花火节，或者在各地游玩，天气状况都是很赞的。对，台湾现在自己办了很多很好的活动都非常适合大家参与。我记得昨天还有一个很盛大但我对这个不太了解，有一个文博好像昨天也是排了非常多人文化博览会。两位选手现在在5号球这边都有一点点卡关没错，谁先把5号球打进，然后做最后的8、9，就会是这一局的关键。好，我们小心打进5号母球系带小心，好，没事。我很怕他有白做工。是。因为小选手祥礼他只要2局，他已经拿1局了。对。所以你是不能让自己再犯错了犯错空间0。我说让局就是让这个比较需要拿下比较多局数的选手，他的容错率去降低。你一旦犯了1、2个致命的错误，即便你的基本功好，你还是会败在这样的赛制下。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祥礼这颗8号球的薄球。好，他没有选择薄球，他直接选择防守。那防守的效果如何？哇，还是嫩了一点没错。没有办法把8号藏在9号后面背娃娃。对，但留下的角度也有点刁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郑麟的心态如何，能不能稳一波把这个8号球顺利的收下。好，没有问题。好，那看来这个比赛要进入强尾局了好，8、9号都顺利拿下。东正麟拿下了第3局，现在两方都只差最后1个局数，就可以拿下通往8强赛的门票了。好，这个祥礼还是不动声色是他在说，哥哥会不会再给我个人？是有机会啦是有机会。对，今天的状况也是蛮多的。我们就看看上球之神怎么来写这个剧本。就祥礼要把握他的失误就没有问题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郑麟的最后一次冲球。是。好。没有像这个志宇一样打1号球半颗，他一样冲整颗。刚才教练有提到的这个文博会2024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从8月23号开幕一路举办。那9月1号今天呢就是这个闭幕了，所以其实这个周末也非常多的人潮涌现在台南市来参与这个文博会的活动。说上看10万人呢。对，昨天有10万人。
确实，台湾这几年在注重这个文创，还有做一些传统形式的转型，算是曝光度啊跟力度都蛮够的。对，让台湾更多的好设计，让社会大众看到。其实有蛮多概念是借鉴于日本啊，毕竟日本跟我们很近，然后生活习惯也很接近啊。这些日本成功的经验，我们不用自己试错，我们就直接复制过来啊，可以帮助台湾尽速的达到我们的要求。来，这个做球，郑林把2号球灌走，对，灌走。那前面母球前面有一个7号啊，他在寻找工作人架杆。员非常的热心哈，让祥李拿这个架杆器。这边你觉得他会怎么解？它是1颗星解，但是要注意的是母球非常靠近颗星，那会影响到反射出来的角度啦。好，决定动作走也右侧的颗星。好，来，差一点点。对，确实这是技术的部分，但他动作算蛮标准的哦。概念也 OK。对，在我看这个小朋友动作来看，他是流畅的发力，这个多练，这个将来必大有可为。心态、态度、思绪、动作都不错。看一下这里这颗3号滚哇，的不理想。他今天的决策上面也出现很多失误，然后不只是技术上，决策上面也是失误，然后这个3号球不太会去做这个左上角底带，是应该会做右下角这个底带。来啦！说什么怕什么？要来给人家4-9碰。对，走捷径的机会，走捷径。来，我们看一下祥礼收不收这个礼哦？收。你看这个白球，没错。郑林今天打得不在水准。好，决定要来走了4-9的 combo 组合球。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一剑封喉啊？我们就说这种下课上的最紧张了。好啊。那就是善用了对方给的机会，你看，就跟赛前讲，哥哥有没有机会？这不是来了吗？这名字取得真好！哇塞，祥礼哦，虽然在年龄上跟球技上是不如对手的，但是善用这个让局的制度，然后也把握住了关键的时刻，最后是以2-3的情况下拿下了通往8强的门票，也是继续带着我们光华国小的荣誉啊，继续往前进。我们也期待他今天能够走多远。没错，好，我非常看好他。对，好，也让我们的教练非常看好这位年轻的小选手。那我们的主桌要来做一下场地整理，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组8强赛的状况。
周末连续2天在高雄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康乐室举行的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随着时间的进行呢，我们比赛也越来越精彩。现在要来进行的是公开组的8强赛，有前一天也有出赛的小选手李子玉，他昨天有晋级到4强哦。然后今天也是持续看看能不能追到昨天的成绩，然后来对上年龄比他大的叶修全选手。没错，对，哇，这个比球也是相当的靠近哈。刚才在这个空闲的时候，也是跟会长我们聊了一下，他说哇，进入到8强真的很多是2局天下啊。没错，就是这些只需要拿下2局就能获胜的小选手们，他们这一次在8强的占比是蛮高的。就高局数不能失误啦，对，一失误就是被人家擒走。那我只能说，高局数的同学要再多多加油啦。哦，这个要尽量减少失误。而且昨天教练室有提到，我们的小选手李子玉是不是柯家兄弟的对狂热粉丝？狂热粉丝，你看他这个手臂上右手臂跟我这个胸口的这个标签是一样的。哦，这是我们柯家兄弟的胸标。对。然后他也是一个据我知道了，他应该算是有赞助的选手了。那么小年纪就拿下对，赞助，就有球具商愿意赞助他出来比赛。那我也非常感谢这些善心人士哈，让小朋友愿意减少一些负担，拿出来比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小柯粉。这柯粉最近有点敏感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在今天的表现。没事，现在柯粉不会说是柯粉，他们会说小草。对，但这个太过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就讨论我们自己的撞球政策面啦。哦，不管是谁当官谁当家了哈，我觉得希望多多扶持我们撞球运动。没错。叶修全选手也是这2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转播的镜头前，没错，大家可以好好认识他，来看一下他的打球情况怎么样。好，他第一颗就展现他的准度，然后以及他的做球路线，我觉得都有90分以上的。这个球打进，然后来靠近2号球，这已经打得非常好了。好，接下来应该会选择一个防守啦。那这个防守就考验他的这个选择。那我会建议他2号轻轻碰到墙壁上木球，一颗心躲到这个4号球后面。对，好，他打得太大力，木球携带了，哎呀，这个就不必要哈。对，他应该是要打我这条路啦，但是这个没有打好。对啊，出力不够柔的感觉。是的，好。腼腆的笑了一下，腼腆的笑容，他整个人有点韩系哈，留了这种中长发，对，现在飘配的感觉，没错。现在网络上这个流传一句：“留长发的都渣男哦。”这不好说啦，长发渣男哦，这可能只是人家的造型而已。对。那我们这个，因为很多这个玩乐团的人，他们都会留长头发，那他们可能对于这个造型也是特立独行。好，差一点点，缠了2下还是没有问题。好，好，那他在这个一颗3号球的路线选择上呢，选择要跑3颗星，但很可惜他这个没有下赛好，所以母球没有办法跑动起来，只能到这个位置，距离4号是有点远。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他要打防守，但没有防好哦。那他可能这位修拳选手哈，应该是高中生啊。那他的进攻能力还行，但防守的策略上也行，但是执行力可能要再加油一点。看得出来是有在打球，是，但不多。还不够。现在年轻人很流行哈，有什么但是不多哈，代表他还有进步的空间啦。好，我们来看子玉，小小年纪就获得了赞助，也是把客家的撞球好手视为学习对象的这位小选手。没错。那天去这个亚锦赛现场啊，就是有说他也要打到像柯家兄弟这样有名，然后秉忠就说一句：“好，我老起来先等你。”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路线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但距离稍微远了一点，准度上可能要提升一下。好，运气还不错，没有留下立即性的危险。给我们子玉，子玉可能要拿架杆器了。这个长台哦，他不用，他决定爬上去试试看。好，先打到再说。这个受限于身高。来观察一下球路哈，目前看起来似乎是被遮挡的面积蛮多的，对，面积蛮大的，所以可能点到点这条路走不通的话，看他怎么来操作，看多少打多少。好，确实看多少打多少啊，没办法，就是让4号球跟母球尽量拉开。好，相当的认真去看点哦。那这些选手都背后的赞助商其实都蛮好的啊，就是他们都会运用自己的宣传力量帮这些选手做宣传。像这位李子玉选手，他昨天打比赛，然后成绩都会汇报到他赞助商面，那赞助商也会帮他做这个宣传，对，还蛮不错的。那我们光华国小也有一位选手是在他的教练或者是指导员啊，有可能是这个我们女子职业的好手陈嘉桦。那嘉桦昨天也是把这个小朋友得名的动态发表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是，很多热心的伙伴帮忙在经营这个撞球，不管是大大小小赛事啊，还是选手本身的生态，也共同来经营。包含教练，你本身也是帮助客家兄弟这边在做一些，对，我在做小编的动作，对文章的回复啊，或者是商品的问题询问。那最近大家一直在询问这个巧克跟新一代的跳杆何时出来，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不要问我太多啊，我知道的你可以透露但不多对，我可以透露但不多这个巧克啊，应该是这个9月就即将跟大家出来上市了，对。然后跳杆的话还要再一个多月，是对。那价钱的部分我们会一起在公布上面。那跳杆的话应该就是3节式，然后黑跳杆。那我们做的这些东西为什么要那么久？其实都是一直不停的来回测试，因为台湾毕竟没有这个工厂啦，那就是一直不停的
书信往来啊，寄货的当下寄过来测试品，一直反复的测试。是科虾兄弟他们自己试，然后拿给其他人去试试看，获得一些反馈，得到的这些反馈还要再思考说在哪里要修正。所以一个新的商品要上市，真的是要花费蛮多的时间，背后很多学问哈。对，然后也要看说，这个东西做到最后适不适合一般球友，也不能说我只有职业选手能用，然后一般选手使不出来，那当然就失去了这商品的意义。所以这个中间花费的心力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出来的。双方第一局打的速度算是蛮缓慢的，没错，慢慢的推彼此的攻防。这是原点的打点比较可惜。卡关在5号球，看一下叶修全能不能突破目前这样的僵局啊？有机会我觉得他路线选择上都还行没有太我才刚说完你就要打我脸，真是不给面子啊！我的脸皮真薄我们的教练一说完马上送礼了啊。我只能送给自己一巴掌了修全哥。好，子玉自由球上手，剩下5颗，那他可以吃5颗的能力应该是还行有一点点机会。好，非常好这个好的习惯呢会带来你一些胜率上的提升。他已经来看5做6该做的角度6做7的角度，他已经有预想他要跑到哪边比较好，6做7，对，这就是一个好的习惯啊。从小培养你好的习惯，你到了长大之后，这些习惯就自然而然的去做了，就不用说很刻意去做，这样才不会打乱你自己该有的节奏。好球啊！没问题，5、6都跑掉，起跑的位置也蛮理想的。没错。好，通常选手吃完3颗之后就忘记去看第4颗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子玉有没有去看第4颗。他有停下来观察。没错。目前这样子的球型呈现一个有点倒三角的披萨型，教练会怎么看？他可以有哪些设定？像小选手他们对于母球的路线以及力量都比较难掌握的话，我们就尽量减少母球的移动。我们不一定要到一个最佳解，次解或次解都还行。所以这颗球我会建议子玉就是让母球停在7号球现在这个位置的附近，然后打8号中带，母球待会可以打拉杆或推杆角度做9号球就可以了母球不用刻意的跑动，差不多做的跟你设定的差不多。对，这对他来说是最佳解。最佳解，现在母球刚好是停留在刚才7号球大概的位置，那就考验8号球的中带了。没错。他有去前面再抓一下距离感。他很多好习惯这个教他的人应该是有跟他讲说，你就是每一颗球就是 step 1 step 2。漂亮对，但可惜没有拉杆到。是白球回转的角度不太够。对，现在就是要看怎么样，因为9号球现在是贴在短边的颗心上还有蛮多好的习惯还有蛮多好的这个测量行为。这个力度要控制的怎么样才算得当？他刚刚就是母球灌的角度不太好，所以有2次碰撞，不是2次打击，2次碰撞就是母球打到直球碰到颗心之后再碰到母球，改变的角度那他刚那个力量是还 OK 的，但角度可能有受限，所以产生了2次碰撞，给我们修全机会。修全哥尾刀拿下了吧？
哎呀，哦，没有送到门口，怕他打不进。哇塞，这两个人惺惺相惜起来了，大家都对小朋友很友善哎。对，哇，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不自禁禁啊。好吧。好啊 ，OK， 恭喜子玉拿下第一局，首开纪录拿下第一局。哇，这一局的发展有蛮多的戏剧性哦。没错，这个人情世故感啊，越长大越会打人情世故感啊，真的。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刚刚两位选手第一局的状况。其实修全也打得不错了哦，但可能遇到9号球还是稍微紧张一点。我看他其他球没有那么紧张，可能也是有一个心态叫做怕赢。对，刚才那个9号的瑕疵啊，确实是比较致命一点。没错。好，我们也看到外围的家长也在关心自己小孩的赛事。包含这次光华很多小选手，他们现在也来看子玉这边，他们算同龄嘛？对，接近的状况，看看同龄人是怎么在打的。好，我们看这个子玉的冲球，哦，人小志气高，小朋友冲球，有些人会用尽全身的力量冲到飞起来。哦，最有名的代表应该就是我们现在女子年轻的选手了，洪欣瑜哦，人小志气高，哦，非常瘦小，他每次冲球都会飞起来。那他冲球是要多远一点？没有，我是说他整个人整个人飞起来，还要用力的跳。是啊，用身体的那个力量，全身的力量去带动。对，没办法，太娇小了。昨天我们也是有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冲球的时候把小白球冲出场外。对啊，就是他可能在冲的时候呢，这个杆子从上往下压的哈，所以让母球小飞球，再碰到1号球就跳得更高。好，哎呀，差一点，又要那个。他心态也不错，他就是自己打不好都会尴尬的笑一笑，就是幽默以对自己的失误啦。好像有点像那个一个有名的歌手薛之谦啊，薛之谦，对，他每次自己演唱会上失误的时候都会自嘲一下哈。哇，这个圆点好球对。白球还做了一个拉杆回弹哈，撞到颗心之后，停留的位置也蛮理想的。3号红球，哇，这个发力稍微歪了点 ，lucky， 对 ，lucky， unlucky 变成 unlucky， 世事难料啊！哇，你看刚才意外的把局球打进，但是白球呢，就弹了几次之后，也是这么巧跟着局球的后动啊，一起进去了。哇塞！好，我们来看一下子玉，找子玉这颗3座4，如果他摆这边的话，他就要打推杆了哈，做右边的底带，很好观念不错，力量也控制得很好。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看4座6的角度了哈，推到这个地方打进4号球，可能母球就要去撞8号，会有点难做到6号球，是蛮难的哦。他也再尝试一下，哦，那对，加长一下，
看他的整个右脚都勾起来了。没错，他观念很好，他知道这颗打进做不到6号球，他就没有选择打进，他选择防守。这观念也是1等1啦。果然是有把这个偶像很多可以学习的细节啊，都看在眼里。没错，他像他身上穿这个赞助商，这是球具商的这个 Mark，那这个球具商也有开课，不晓得他的这个学习撞球历程是不是在这一个球具商里面学习的？哇，这个跳球就比较离谱了。对，剩下这几颗4号球，前面又有9号球，会不会？我们来看一下，好像有哦，有，他要这样做。对，他正在做这些一系列的瞄准。前一场比赛我们就看到小选手罗祥礼。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4-9 combo， 对，好，nice try 啦。不过就是球跟球之间的碰撞的抓的没有很好，没错，但还好第一时间没有留下一个很好的chance，是个远台给我们修全哥。修全这个就比较尴尬，他只能选择往右走，因为左边有8号球遮挡了路线。没错，好，是一个 lucky 对，他的 lucky 总是在出乎意料的时候出现。对，这里原本是想把4号球设定往远洞走，结果意外的碰撞让8号球也进去，保留现在的进攻权。好，那他这个球应该是不会硬做啦，就是轻轻打，把6号球留一个大角度。他硬打就会有危险出现。这个年轻人就是年轻人，没错。我话都会先说在这个直播里面，他到时候回去可以自己看远端的6号球。好，他选择一个防守，但6号够不够贴颗星？够不够贴颗星呢？哇，不太够。这个母球还是可以切这个6号球。那我们就来看子玉的切球如何。通常在选手养成到什么阶段，他们才可以把握好一些大角度、高难度的切球成功率？这个其实撞球它还是需要一些肌肉控制啊。那这肌肉控制就是取决于你身体的生长期嘛。如果你还在长高，那你每次用力起来当然就不。哦哟，一箭双雕。哇，那我会建议说，小时候你就先不要管，你就先学着把球打进，然后能控制多少就控制多少，因为身体还在变嘛。是，对啊。那你要能控制的好，那万一你这时候又长高了，或者是又变得有力的，那一切都要重来了。所以培养一个好的心态。叶修全现在很紧张哦。没错。李子玉这球只要打进了，我们来看看，哇，停在了洞口。送礼哦！我隔着荧幕都听得到这个修全的心跳声，真的。OK， 这样双方各送了一个。哇 ，OK， 第2局由叶修全拿下了这个煮熟的鸭子，没有再让它飞走了。现在双方形成1-1，但是目前领先优势还是在李子玉这边，因为他只要拿下2局就可以获胜。其实他刚才已经距离晋级无限接近了，对，就差几公分，或是说几毫米的滚动了。不过结果呢，就是由修全来拿下这一局，那双方会把比赛的悬念延长到后方。看看第3局会怎么样发展。
拉起来的时候碰到一点，没错，再重新排一下。我们以前排球的时候都会敲一下三角框让这个三角框不要变形夹住球。好，请工作人员来稍微检视一下。今天也是谢谢他们这2天在场边的帮助哦。没错，今天人也比较多啊，他们占的场次也比较多一点，所以今天比较累。好，我们来看一下修权的一个冲球。他们也是冲整颗的他们好像都没有发现这个庄智宇是冲半颗抓1号进中袋其实可以回去自己稍微看一下比赛内容，就会发现其实一些好的选手他还是会去研究怎么冲球会有球技，是看看现在冠军选手他们细节怎么处理的哈。好，在收看我们的直播，没错，也欢迎留言哦。镜头是祥礼啊，对，他刚才拿下了晋级门票，不过呢，他下一场的对手也是个不好处理的人物，就是我们昨天的冠军是智宇。我刚才也问了一下祥礼，就是你几年级啊？他说他小5。小5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算非常优秀。但其实像子玉和这个祥礼，我觉得子玉的习惯就很好，然后祥礼是心态很好。那他们2个，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2个应该要一起打球，学习一下。对，如果他们2个继续打球，应该会成为很好的亦敌亦友的好伙伴。是。而且祥礼算还蛮有礼貌的。我刚刚说，你打得很好，心态很好。他说谢谢你。对，就听到人家的称赞，是就会有一个落落大方的回应。对。好，子玉又想要来一个走捷径。这难度有点大哦。你等于是要把1号球的偏差角度拉得很偏。没错，但好像还是可以一试，对不对？对，但像这样子的球，如果1号球要打很薄去 kiss 的话，我会建议就不要了。我们就是用母球去抓这个9号球，也就是说是母球打1号球的右边，是在他的方向看来的话，右边母球再去抓9号球，会比较自然一点。对。有很好的想法。好，1号在回弹要灌底的路线上受到2号的影响现在有打到右侧的方向，两边都还在尝试解1号球。没错。打得很轻，没有问题。好球像球伴这种东西啊，其实就是，其实大学更需要球伴那为什么？因为大学它一定是一个大部分人都是异地念书，所以当你要回家乡的时候，你大学的这些球友有可能就会不见了。所以我们在很多比赛台湾办的这个学生杯的比赛，官方办的例如说大专杯或大专锦标赛我们都会在前一天办一场友谊赛。这友谊赛我都会主办，就是让
不同学校的人组成双打，然后让他们去彼此认识。我觉得如果有，例如说你今天回到故乡，结果你没有球友了，你还会去打撞球吗？就会很难。所以你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有机会留在你的家乡，是或者是回去工作的地方，还有球友可以继续打球。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啦。像我们中正大学，其实很多毕业的人都到台北工作的，然后这些人呢，有些人会还在台北再会继续约打球，就是因为他可能带入球队，或者是以前交流赛有当过球友我们有组过双打，或者是敌人，这样子我们都认识了。然后有一天我到了一个城市，我看你也在这个城市，我们就可以互相约出来打球。这是一个很好的让你延续你大学打撞球的习惯。没错，继续把这个圈子保留下去哈。对，好，这里叶修全又要来尝试一次跳球，他之前的跳球发挥不是那么理想。没错。好，果然还是很不理想。奇怪，大家今天是都吃太胖，然后没有飞起来。哇！自由球的机会给到李子玉。好，我们来看一下子玉这颗拉杆会不会洗中带，我怕他拉不动。好，完全的拉不动，定在这里，对，连往中带要洗带都没有动路线都没有哈。那这个可能需要一些肌肉的爆发力啦。其实我们撞球使用的肌肉群其实蛮平均的那刚开始学球的时候是训练白肌，白肌就是耐力，然后你手举起来稳定你的出杆姿势，这些都是平常用不到的肌肉，那就是白肌。然后只有在打球的时候或冲球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红肌，爆发力的红肌。对，那红肌就比较吃天生的基因，然后白肌是慢慢练成的。说到这个肌肉的组成话题，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不同的人种，因为也是一些肌肉跟骨骼的关系。像我们在短跑就不用说，都是这个非裔黑人选手的天下。对。那么在游泳的部分，因为他们的肌肉密度比较高所以在水上运动，黑人就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吃香，比较是白人或是像我们亚洲黄种人的天下。那我就在想，撞球这一块有没有？我印象中我想不到，好像有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黑人选手。这个主要是因为撞球这个运动好像还没有发展到我们的非裔国家，那所以参与的人数本来就比较低。是，但撞球需要哪些肌肉呢？它就是爆发力跟耐力都需要，那就刚好嘛。我们亚洲人有耐力没爆发力，然后国外选手有爆发力没耐力，大家都互相是成后所以撞球是最不会体现人种差别的运动的。好，黑球还是在台桌上。这个讲到这些运动很特别，就是某些运动总是某些人种在霸占。然后我就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长跑选手，他跑10000公尺，然后他是一个非裔的，那他小腿呢几乎没有肌肉，他就是纯靠他原本的小腿的脂肪或者是小腿的样子，他没有特别去练他的肌肉，对，然后他就可以轻轻松松跑10000公里。那我只能说这个真的是天赋异禀。对。
我们说这个常出很多长跑好手的肯亚是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就练就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双好腿。没错，包含每年我们台湾举办的几个比较标志性的马拉松赛事，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些来自非洲的精英选手来当赏金猎人。是的，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你会看到怎么有办法用13到15之间的速度我们说的是100公尺每秒100公尺多少秒100公尺13到15秒，这样跑完一个马拉松，跑完全马，我这样要跑100公尺，我都觉得有够累了，他怎么可以维持是，所以教练还是有找到适合你的运动啊。没错，打撞球。其实我是混血儿的，我是黑人家没有啊。哇，这颗8号在场上存在的时间有点久啊，大家都迟迟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没错。小白，哇，这边出现了变数了。哇，子玉在尝试打远端8号的时候，把小白给打进了。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叶修全，对，剩下2颗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不好说，不好说。看他8号打完的做球品质怎么样？好，看来他是想要打中低杆左塞，然后我是不建议选手这样打，然后能推杆做球的就尽量以推杆为主，然后你打一个低杆，那你的力量太难算了。其实好像每个运动都有每个运动该有的身形的长处啦。那像这次我们乒乓球，乒乓球我有看到一个国外选手手长脚长，是，所以他的挥击速度很快，但是当对手打他的近身球的时候，他就会比较难以招架。也就是说，他很强，很擅长进攻，但就比较难防守了。他的招式我们说就是大开大合的象子，对，你切他比较细腻近身的位置他可能就是因为手长离核心比较远，他回来的反应来不及。好，那么在刚才子玉发生了这个进白球的失误之后，让修全选手最后2颗可以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来终结比赛，这样子他就再添1局。比数来到2-1，那双方现在的完成度都是50%，只不过叶修全的还要在2场，李子玉在1场就好了。好哇，运气非常不好，最后3号硬是挡在这个1号球的前面了。看一下这一次的冲球2颗。瞄一下，红色挡在黄色前面。主播知道所有奥运项目大部分都会有男生跟女生项目嘛？对。那有哪一个项目呢是只有单一性别的？哦，你这样一时讲，我还真比较没有想到。对，就是水上芭蕾。我们水上芭蕾只有单一是女性才可以参加。是，男生去跳那个可能觉得对。其他项目都有男项目跟女项目，这是奥运里面蛮特别的东西。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男生不能去跳这个水上芭蕾？我们也许不一定要像女生一样是用这个肢体延展度，是我们可以就像水上芭蕾，它可以改名为水中跳舞。芭蕾它本来就是一种跳舞嘛，那男生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水中去跳这个街舞啊，或者是其他舞种作为一种表演赛或者是竞赛？这是蛮特别的思考点啊。当然，现在的巴黎奥运应该说是奥运委员会，他们其实在每一届也都在尝试加入跟融入一些，不管是在该主办国
特别喜欢的赛事，或者是一些这种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项目来跟大家见面。没错，像今年就是这个霹雳舞，对。那我们台湾霹雳舞协会的会长也是非常有名的政治人物，是连胜文，是，他是我们霹雳舞协会的会长，这是我当初完完全全不知道的事情。其实我们台湾很多这个体育的协会啊，背后也都是有一些明代在大力支持这样子。确实，对。这次在巴黎举办的霹雳舞，我国好手孙正，他也是以外卡的身份去参加，对，让大家看到这个台湾的实力是，还有这项运动的魅力啊，没错。而且这次霹雳舞其实给大家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位澳洲的女选手，没错，我们的 Rachel Reagan 她真的是那叫什么讲？意识流的舞者，对。不过我相信他想表达的东西是跨越舞蹈的啦。对啊，因为他想要传达的是他自己国家的特有的东西。没错。那我觉得这份精神胜过于他去这拼搏的精神啊。是，对啊，因为他够热爱他的国家。也是成为后来的一个被做成网络迷因。对，但大家好像不太领情，有点最后成为一个网络应该是说这种就是很两派啦。有人会觉得说他就是舞蹈应该不应该只局限于哪一种表现形式这样，可是也有一派认为说，你这样子好像不是那么尊重我们的感觉，所以这个就留给观众朋友自己去评价了。其实霹雳舞里面有一个动作叫做抛，然后嘉义有一个很知名的舞蹈团叫做逐梦者，然后他们就是很有名的 B-boy 群，然后其中有一位选手有去参加这个红牛办的比赛，然后他做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他抛2圈，然后成为这个世界纪录的保持人。然后因为他原本是他有红牛邀请了3位选手，一个是法国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巴西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是台湾，然后他是3个人里面被认为最不可能做出抛的动作的人。那红牛就邀请这3个人去挑战这个连续抛2圈的动作，然后另外这2位选手抛的圈数大概是1圈半，然后台湾选手是抛1又1/4，结果他发现国外的选手这样抛，他改变了，他想说，我有个灵感，我可以把这个动作学起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抛2圈哦。然后他就模仿了国外选手的动作，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修改，他就抛了2圈，然后就立刻炸燃全场，轰动武林。对，然后这个影片还被上传到红牛这个总部作为宣传哦。然后台湾也在这个 B-boy 界声名大噪。好，我们来看这9号球，差一点点啊。刚才攻9号球是原本就有这样的想法设定，有，你觉得是有？对。哇，现在最后的3颗球分的位置很散，右边、左边、后方各有1颗。没错。但这样的分布是蛮多选手喜欢的样子，然后就是我不需要做的太细腻，我大开大合，就可以把球做得很好。好，他瞄高杆了啊，我是建议再瞄中杆一点啦。好，相当可惜哈，过家门而不入。好，我们来看一下叶修全这颗会怎么打，应该是打一个拉杆啊，带一点左塞，没拉到也没左塞，这个出现了严重的基本失误，非常可惜。
哦，这个木球完全没有倒旋对的样子啊，可能基本功还要再稍微练一下。我们说拉杆3要素啊，哈，速度、延伸、打点。你男生基本上速度没有问题，然后通常是延伸以及打点出的问题。那现在拜科技所赐啊，手机可以直接拍慢动作。我们以前早期手机完全没有办法拍慢动作，现在可以拍慢动作，所以你可以去把手机放在你的母球旁边哈，你去测录一下自己的打点，你看你最后的打点是瞄低打高了吗？哦，导致于你的母球没有后旋，还是打到球之后就没有延伸哦，没有让子球有后旋的效果，其实都可以作为自己进步的方式啦。哦，用手机记录，然后去看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拜科技所赐哈，现在选手们如果想在撞球之路更精进，其实大家都有的手机哦，就可以帮助你当做一个观察的器具了。确实。而且现在不止撞球啊，其实各种这个生活习惯也在做改变啦。这个女生以前出门都会带化妆镜，现在不用，手机拿起来就可以看自己的这个妆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修全这颗远台8号球，哇，打后了点哦，敲完之后结果如何？哇，是一个呛死，子玉机会很大呢，这个角度小，然后又好做到9号球，所以他现在就去观察9号球的位置了。这个习惯非常好就是有很多大学的选手都没有他这么好的习惯。好，测量一下距离跟角度。这球的关键是在于8号球进洞之后啊，他母球设定的位置。哇，不过身材球比较吃亏一点哈，应该去加延长靶了。我们刚说啊，就是这个打撞球啊，它也是要适应自己的身高问题。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吴家庆，泰山神童吴家庆他也是从小个开始打，然后他因为小时候学球的时候身高不够这个桌子的高度，所以他手并不是正手，他手是有点侧手，所以他一直到他长大之后，他手都还是侧手，所以蛮多人会说，你这个手这么歪，怎么还可以把球打进这都是经年累月一直不停练习才有办法克服这个负得正。设定的非常好。虽然白球的位置多下去了一点，但应该还可以吧？可以，我们相信他可以。好。李子瑜是否能够完成听牌后的胡牌？只差这一球。对，叶秋全也是屏息以待。对。看客家兄弟会不会给李子玉力量？没有问题。好，那么李子玉在这场比赛就拿下了他的赛点，最后是以2-2，虽然是两方都各拿2局，但因为他有这个成绩上的优势所以获得了晋级下一轮的门票。没错。教练，你也是对他非常熟悉的情况，你怎么评价子玉在这一轮的表现？他一些机会的把握，他的这个习惯动作非常好，他在打每一个球都会去看这个下一颗球的位置，那这个应该是他的教练非常要求他，应该是有硬性规定那他这个习惯做得好，其实你吃球就没烦恼啦。那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基本功，然后做球准度，然后就让他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我也非常期待他未来会有很好的表现是，对。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8强赛其实很多都是2局天下，而紧接着下一场会登场的比赛是包含我们昨天转播也有播到的吴家轩选手
来对上王永介，双方都是拿下2局就可以获得晋级门票。同时在画面上，刚才还看到志宇在进行。好，目前我们的晋级名单的情况8强选手庄志宇会要对上罗祥礼，下方是王清斐对上李子玉，而右方是武嘉轩对上王永介，以及宋佑居对上郑茂瞻。好，拿着袋子缓缓步出球场的子玉，然后带他场地整理完之后，2位选手，哇，这是一场同门内战哦。对，这个王永介选手，我记得他应该是有受陈嘉桦的指导，因为我昨天在给陈嘉桦的这个社交平台上有看到这位小选手的照片以及现实动态所以应该是关系匪浅，应该是指导有指导这位小朋友的球技，是，对。那武嘉轩我们昨天对就有转播到看过他的转播了，没记错的话，他对阵的应该是陈宇杰，对，他也是观念都还蛮好的，是的，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选择。好，那我们比球是由这个王永介获得第1局的送球权。那现在比赛呢都蛮特别的，我们以前早期对打比赛呢，我们都是用握手，然后疫情之后呢，现在大家都会用这个碰拳，是然后老外他们可能又在更怕这个手会触摸到，他们是用肘击，对，用碰肘，对，用碰肘的。这一场疫情啊，真的是改变了大家很多的习惯，没错。我蛮好奇，在疫情期间，整个撞球的民间生态，大家就是停业啊，因为它是公共场所，大家就停业休息。那这当中应该也很多店家就因此经营不下去了哈。大家都还是苦撑啊，对，但是你就会看到很多社交平台上，大家很想打球，但没地方打球，怎么办？就拿着杆子，然后在家里面戳那个瓶子的照片影片，不停的流出，你知道吗？大家说各式各样的动作都有大家想打球的心还是在的。是。好，第一个冲球就进了母球。所以疫情期间，这个撞球圈的社交就是大家像你说的，拿杆子去冲这个瓶子。对，大家在比拼自己的动作，哪个更吸睛呢？那有些教练也是趁这个机会重新改动一下自己的教材因为现在要教学，你是要配合着大家学习的意愿去做这个教材的跟动不能太像以前一样。都是练苦功，现在比较偏有兴趣的有比较能让他们有兴趣的方式，先放在前面，然后让他们打出了兴趣之后再练习苦功。好，我们来看到嘉轩这个 Kiss 打得不错，2号球还是可以继续进攻。对，刚才是一个打2进6。的状况。好，那我刚刚看他测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厚了点好，抢2，两边都是抢2，代表同样的光华国小撞球队来出赛。对，嘉轩好像是这个8强里面唯一的女选手的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补刀。好，没有补到刀。相信2个人一定在平常校队里面很了解对方了。没错，就当作是平常练习的一个状况，只是说多了摄影机
然后场边多了家长或者是其他选手在观察，也是对于小选手们来说是一种学习啊。有可能要抓9号球哦，没有保到，换永介来抓这个9号球。对，我记得我有一年在裁判的时候，这一位选手也是打到自己的队友，那他那一场输了，然后我就听到他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就是在学校他都输我啊，今天他赢。对。就是这样，他这一辈子都还没有输过这个人，然后他到了比赛这一天，他就输给了这个人，所以他心有不甘。哇，王永介这一球处理的有些状况哦。没错，没有碰到9号球，我觉得他瞄的有点随便哦。好，那他也 lucky 的让这个3号球不好进攻，吴嘉轩必须来解除这个危机。观察一下角度。好，他要解球，但我会建议不要解了啦，直接把9号打远，万一你没解到，就会被人家打一个 kiss 球。那这颗球要解到，解的点好像也很靠近中带脚怕你撞到脚，改变了行进路线。好，哇，没解到，没错，要被人家3-9碰，真的。因为9号已经在洞口前了，确实，所以像刚刚这个危险，像刚刚这个就应该可以直接把9号球打掉了，故意犯规。但小朋友太老实了好，这个永介顺利拿下了3-9碰，是拿下第一局。9号进了，而且3号有始有终也一起打进了。没错。好，那这场内战第一回合由我们的王永介给拿下。小选手都只要2局就可以取胜了，所以打的时间会比较快。然后双方平常都来自同一个教育体系，所以相信观念啊、各方面啊，应该都蛮类似的。确实，比较多的就是在场上一些临场的状况出现之后，你怎么去稳定你的心态，然后去做及时的调整。没错，不然教练都是同一个，大家应该观念都是一样的。永介应该要再稍微打球再谨慎一点点然后觉得他有点就是做70分，然后就把球打出去了他应该要做到90分。好，冲完球之后，母球跑得非常远停在了洞口前。对，但只有1颗球进袋啦。然后只有1颗球过线，这样子的话，应该是要交换球权没有交换球权，所以他们可能还疏忽了这个规则2个小选手对于规则还是不太熟悉。好，他打了一个 push 这个有可能是 illegal， 对方不打，然后再还给他，他就可以打 push。OK， 所以他刚刚看了他一下，就是在示意这个情况。对，有可能，因为他们默契已经好到不需要沟通了，一个眼神就知道了。可能刚刚在看这个上帝视角的时候，他们有讲话，然后我们现场没有办法收音到。对，我感觉他们好像眼神就交流了。这个最高境界，对，一个眼神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好，相当可惜在袋口晃了一下，没有进。好，大家都看着9号球在洞口，有一种想吃又吃不到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9号球停的位置太吸引人了。所以也都在盘算看怎么样的运作。
好，这个准度可能对嘉轩有点压力哈，他走过去再反复确认一下角度。那我是希望他不要打太大力啊。好，还是稍微大力了点，这样子就没有做到3号。好，留下一个1号球的呛死。其实这个队服啊，一直文化也是一直在变。像早期大家有点崇洋媚外的心态，所以像我们以前做的队服都不希望写中文，上面都要英文，对，看起来比较厉害。对。然后之后呢，就变成低调一点，就是有中文也有英文，但是字做的小小的，是，对。然后现在呢，这个年代就是英文就比较少一点点，然后中文就会比较多，然后就做大一点，然后让大家一眼看出去就知道是什么学校、什么人。对，所以其实看队服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家对于自我认同的这个感觉啊，也在不停的变化。哦，以前就是美国嘛，所以都是用英文嘛。那现在就比较强调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意识形态。3号球没有问题。好，现在有余力啊，来观察9号球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想法？好，这个他应该是先打进4号球，再来看5、9碰了哈。那这样子，他这个拉杆就必须要有执行力了。对，他应该是小小的低杆点一下，没有，没进，但没有关系。我们说做铜带的好处就是有机会叼到。对，而且他现在也给9号球的洞前加了一个保险了。没错。好，有解到。好，又回到原位。对，真厉害哈、哦，打回原处。你怎么弄我就怎么弄，还给你。好，果然是相爱相杀的一个好队友啊。没错。好，刚好可以过好，我们镜头上没办法看到他到底能不能过那嘉轩帮我们印证了一下，是，眼神很锐利，出杆也非常的利落。这个看起来就露出的面积可以吗？没有问题，看多少打多少，看多少打多少没问题。不过白球有些还好，虚惊一场，虚惊一场，没事。吴嘉轩对王永介，同样来自光华国小撞球队的一场内战。我们永介一如既往的随性派打法哈。好，这个推杆优赛，哇，这个从 window 里面走出来从8、9中间走出来。他真的是瞄1、2下就要出去了，随性杆法有点这种逍遥派的作风。逍遥童子。那希望永介如果今天比赛结束啊，有机会回看的话，可以再多听听看林全福老师给你的一些建议啊。其实像很多这个影片啊，要拍撞球，其实要把它拍得好看是蛮难的，因为第一个它没有过多的热血镜头啊，然后而且它是同一个机位，其实看久很容易就疲乏掉，审美疲乏。所以有些要拍成影片的模式的话，它的剧情就会比较难以设定啊。是，对。然后像早期香港有拍这个有关于撞球的
这个影片，它就加入了武侠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例如说他会把这个杆子取名一些很厉害武器的名字，哎呀，嘉轩，这个剩下2颗给自由球给用借。说到港剧跟撞球最有关系的，就会让我想起周星驰当年跟这个世界第1排名的选手 Jimmy White 拍出以 snooker 为主题的这个《龙的传人》。没错。当年老师应该也受到不少启发吧？对，每次都趁老板不在的时候偷偷剁杆，那个老板都很严禁选手在那边，或者是球友在剁杆，我们要趁老板在不在？老板不在学周星驰剁杆。对，他的喜剧作品真的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对，因为第4台一直在重播，所以我们这个台词真的是倒背如流。那我们刚刚其实主播也有那个偷秀了一小段嘛，你我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嘛。这出自于唐伯虎对穿肠，以及这个唐伯虎在对这个上下联的时候。好，最后的9号球，嘉轩把握机会，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这场内战就追成1-1。其实港剧里面，像很多人他都是非专业演员，然后最后是被周星驰拖下来客串一脚。像这个刚我们说的对穿肠他本身也是一个编剧他在片场就是被临时拖下来演戏的，对，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周星驰在这个喜剧表演，他很喜欢不按牌理出牌。他有时候看到有什么工作人员，好像蛮符合这个角色的形象，他就会把你拉上来演。然后可能演员一时紧张，然后那种很情绪复杂的情况下，反而在镜头前面表现出了那种荒唐感他就很喜欢那样的感觉。所以其实好几部作品，不管是刚刚老师讲的这个《唐伯虎点秋香》，还是《食神》，还是《少林足球》，其实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灵演被他临时拉上来尬戏，然后结果最后拍了很多个版本，他们还是选择那个最自然，然后以前会觉得可能有点是 NG， 可是反倒觉得太好笑的画面来使用。对，比如说有一个很经典的人物酱爆，我一开始以为是故意把他用的这么喜感的外形，结果没有，他本人就是如此喜感。是。那前阵子好像还没几个礼拜前，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这个华夫人是也是离开了我们。华夫人的饰演者是郑佩佩女士是的，其实也是香港非常早期的一位女性的武术演员。只是因为她在演那部电影的时候，形象太浓烈了，就变成说大家都记得她在《华夫人》的里面的表现。但其实她也有演过由我们李安导演主导2000年的《卧虎藏龙》，包含她的早期的作品大醉侠》跟《妲己》等等，也奠定了她在香港这个影视圈的地位。没错，包含我们的金马第61届金马最有终身成就奖，也是由郑佩佩跟林文景会颁发给他们。所以我们也期待未来，像早期其实撞球的作品还不少，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港片《龙的传人》，包含我们台湾其实自己也拍过一部撞球的偶像剧，叫做《撞球小子》。对，当年是由这些徐伟伦郑元畅、唐禹哲等人主演。没错。所以我们也期待看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比较符合现代审美标准的一个撞球的影视作品再出现。是。
其实撞球相关的电影很多，其实西方世界西方世界，但都大部分在酒吧里。对。因为一个运动啊，它要把它翻拍成作品的话，我们先讲，例如说漫画好了，它就需要有一个非常热血的撒旦，对，然后要经历很多刻苦，然后最后破茧成蝶才有办法激励人心。但是撞球要拍的热血，要流汗，太难了所以撞球可能他要在影视作品上或漫画上面做一个吸睛的动作，他可能要有不一样的想法啦。或许他可以从描述这种心理战的角度去着重，我觉得或许也蛮吸引人的。这也可以成为一个思考的新方向，因为像日本其实有很多那种斗智的漫画，对，例如说诈欺游戏、诈欺猎人啊这种，或者是或者有蛮多有斗智桥段的画面或者是作品，都可以让我们作为借鉴。那撞球如果要斗智的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这是一条很不错的想法。3号球受到遮挡，他在观察，好，这宽度够不够？对，我们小朋友都在利用这个球杆量取长度，然后做这个入射角跟反射角的测量。那在这边可以跟各位球友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拿撞球杆来比的，但是你一定要拿在手上你如果离开手的话，这个解禁相当厉害如果一离开手的话，它就作为测量的话就会犯规了。是，对，所以你如果要量的话，杆子千万不能离开手。好的习惯要养成哎呦，这一个3号球解的。好，两位都是强位局的相当的紧张。哇，艺高人胆大。对，这是瞄准的是快很准派的。5、6，两颗的距离很接近，这样通常可以怎么来做？这个会打像他打这样，但是他打的稍微厚了点所以5号球跑多了，母球也跑少了，还可以再打薄一点点。但小朋友就是这样，我就打个随便，反正你也吃不完但大家如果都抱持这个心态，就比较难进步了好，哇，留下一个58的 kiss 球。白球、5号球、8号球3连星，全部卡在右上角。出动架杆器。好，这个距离有点近要小心不要犯规了。好，还行，继续是一个呛死，可以继续进攻。但其实刚刚说台湾有作品那我们作品其实除了撞球小子之外，还有这个逆转胜。但我必须这样说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两部的作品。不是说他们拍不好，而是说我觉得这个两个题材都有点在把撞球场变成一个容易滋事的地方。OK， 有这样的形象在。对，所以这个是虽然他是有在推广撞球，但你还是把旧有的形象堆砌在这个作品里，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啦。所以我并不太推荐大家去看这两个。我个人，
那吴家轩的解球也不错哦，都有解到球。这一场决胜局两边打的也是蛮沉着的。没错，你来我往哦，大家不会太急于进攻，该摸就摸。好，他是不是一个运气球？又掉到了。好 ，say sorry， 对 ，say sorry 哥一下，不好意思啊、哦，把你的6号藏在了9号的后面。没错。好，这个无处安放的小手哈，我们看到这个永介一直在动他的手指头，这里在做计算。在中带的位置，好，我们非常专业啊，给我们来到一个上方的镜头。他决定要打这个长边颗星，不要太大力哦。哎呀，太大力了，角度缩了起来。角度没有抓好。对。好，没关系，还剩3颗。这个永介能不能稳着点？哦，不要太随便，千万不要逍遥派打法。好，他果然还是逍遥派，还是逍遥派打法，还是逍遥派打法，没错。这要切7号的左侧，但没有处理好啊！运气，这个人运气真的很好啊！他留在一个不好打的位置。哦，这永介都在靠运气在打球哈，逍遥派作风，有就有，无就无啊。这个我们粤语有一句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好，哇，他的位置哇，让开了位置之后，发现白球进袋。好，我们的逍遥派选手现在获得了一个自由球机会，看一下白球在2颗星之后啊，掉到了距离选手近的底带。好，我们来看一下逍遥派。他摸头了啊！这个永介还是要细心一点啊，不要急着出杆。是，或许在今天这样带出来比赛之后，老师透过回看观察每一个选手，有些可能是太犹豫，有些可能是太逍遥，那都可以作为他们之后很好的一个教材，去因材施教这样子。你打快一点，你打慢一点，你不要再犹豫了，这样子一个一个点出。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毛病啊，哈，所以现在做教练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了，要很细心啊。对，好，比赛来到最后一球了。好，嘉璇应该没有问题了，我刚刚看他都蛮认真的在瞄球。好，我们画面看到嘉轩，好，顺利打进。OK， 好，那这样这一场光华国小撞球队之间的内战，我们恭喜女力代表吴嘉轩击败了同学王永介，然后以2-1拿下了通往4强的门票。哇，这场也是打得蛮久的，虽然只是2局的比赛而已。没错。好，那场边会进行一下整理，然后紧接着更精彩的4强马上登场，观众朋友可以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9月1号周日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这边举行啊。我们从早上的9点30分一路打到现在，终于要来进行到的是公开组4强的比赛。这位4强选手呢，分别是庄智宇、李子玉、伍家轩还有宋佑居这4名选手闯进到今天这个赛程的最后4强，然后里面唯一的少年球王庄智宇是5局选手，另外3位都是小选手，2局选手。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庄智宇跟李子玉的比赛啊。两位选手在今天也都有出现在转播镜头上。那刚才庄智宇是击败了祥礼，而子玉是击败了王清斐，然后双双晋级到4强。那在右半边还有伍家轩跟宋佑居的状况。不过我们现在先要来看是智宇跟子玉哦，他们要来争抢这个冠军门票。没错，那我们这个子玉先获得我们第1局的冲球权，然后来看看他的好习惯能不能带给他一个好成绩。是，子玉的偶像是柯氏兄弟，没错。对，那我相信他这次的对手智宇哦，其实身上也有很多可以值得他学习的地方。相信这个周末打完比赛2天啊，也是收获满满。没错。好，冲完球，球形却没有散得很开哈，都还是集中在下半部。那轮到我们智宇来攻击这个1号球。昨天收获了冠军，是的，奖金6000元的庄智宇。看他今天可不可以再连霸，然后连霸的话就再加码，那就要熬他请喝饮料，请喝饮料怎么够，对不对？好，把1号球解到了右边的位置。现在大部分的球的落点是集中在左半边。其实我有问智宇啊，为什么这个手表不脱下来？他说怕忘记带走。啊，怕忘记。哦，就是手表也算一个贵重的东西啦。他也说不太影响。那他就是说，只是怕忘记带走，可能在球场。不错，选手都对于自己物品的这个保护的意识啊。因为早期我们说，早期撞球馆这个进出的人比较多，有时候你东西要自己要看好这样子。没错。好，现在比赛进入到一个慢节奏的状况，两位选手都还在试着对这个球形做出一些回应，现在都还在对1号球做尝试。这边要打一个颗星的解法，哎呀，下到一点点左塞啊，非常可惜。不过没关系，这个1做2、2做3都稍微要考虑一下啊，3做4并没有那么简单啊，我猜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上来的。哦，以我对庄智宇的了解的话，他应该1做2、2做3、3做4会是一个考验的哈。那如果他有顺利度过1、2、3、4的话，那他在同龄人之间可能就属于是无敌的状态。对，好，我们来看看，因为1、2、3、4并不好处理，是可以处理的，但正解只有一条。是，对。那如果他打到正解的这一条的话，其实并不太好发现啊。白球适时的停住。好，他
他选择了次解，他如果做这边的话就是次解，次解就会有一些风险，然后，好，前3球处理完，再就要处理贴在颗心边上的4号粉球。好，果然出现了问题。好，那这盘球我觉得他可以回去好好问他的教练，应该要怎么处理1、2、3、4。我个人认为正解只有一条啦，最佳解只有一条啦。这是刚刚这个3号应该要做另外一边，不要做到他刚刚做到那边。那也可能是关乎于他刚刚那颗2号球角度没有做好，所以刚刚那盘是一个他需要突破瓶颈的大局观。是。好，我们子玉，打进了4号球、5号球，做一个远台。这2位选手的名字发音有点接近对，子玉其实大局观这种东西在撞球里面可能大家比较难培养。其实像棋类运动的话，它的大局观就会比较重要。是因为你在下这一手的时候，其实你就要想到后面不知道几手去了。是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稍微玩一些棋类运动可以帮助你在这个撞球里面的大局观会有所成长。是。因为你会想的很多种可能。这样算 sorry 哥吗？没有，他本来就要这样。他本来就要这样。确实，因为我看到他下一个强烈的侧旋，那以他的出杆水准，不太可能是不小心下到那个侧旋的。他现在是技术上大概已经80、90分了，没什么太大问题。那接下来就是策略上，我们刚刚说大局观，这就是策略上的选择了。那他技术有了，接下来就是策略要去琢磨。好，这个子玉打了一个犯规，把桌上的7号球带进了中袋。其实现在有了这个 AI 很多这个棋类选手的大局观都进步的非常多。我有看这个黑加加的频道，然后它里面有另外一个9段，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肖正浩。是，对，我虽然没有玩围棋但是围棋的这个大局观我觉得还不错。他就会讲解一些在围棋里面布局的一些方式然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虽然我不懂，但我觉得一些概念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撞球里面的。那他现在最近也是有一些频道的影片在做这个小朋友的围棋推广。所以其实教练也是透过自己从事撞球运动，然后在观察其他不同运动项目中，也会想说，哪一些精神是可以也帮助你们在撞球这边来做提升的。是的，因为其实撞球的研究真的太少了，那我们只能借由其他运动来辅助我们那我最常看的要么就是这个羽球，羽球蛮多激励人心的，还有篮球这个激励人心，然后棒球这些主流运动，然后还有射箭是因为用眼的关系啦，我撞球的眼睛，那我们就会去研究一下射箭的用眼的技巧。然后还有呼吸，他们的 brief 有没有在是闭气的时候把箭放出去，还是我呼气的时候把箭射出去这都有影响。那撞球是不是也有这个研究？看到至于冲球，确实还是想让把1号
球攻那个中带，他的标准起手式。对，对，你看他冲完球之后，母球都一定是这样子在长台在这个短边上这样来回跑哈。1号球藏在4号的后面。好，他打了一个拉杆，嗯，解带掉啊！哎呀，这个运气相当的厉害、啊，是哦，球技跟运气同时兼有的话，那这个比赛应该就是非他莫属了。哇，子玉这一球就头痛啦，对，路线都不是那么的舒服。确实，因为第一个受限于他的身高了，他高架杆的话，可能还需要稳定性。好，这只有1颗星的啦。1颗星，而且且也有蛮高的几率碰到灰色跟黑色，看他能不能闪掉。好，下的左塞，哇，接得真好，对，好球，好球，真好，好球，接得真好。哦，这至于也敲2下桌面予以回应。哦，在撞球里面，我们是用杆子敲桌面2下，就是告诉对手说你这颗打得真好。那其实台湾学生间这个赞赏对手打得很好的方式有很多，像如果普通的球界或者国外的话，都是敲2下，敲2下，然后像高雄的话，他们选手之间打得好的话，他们是弹指，他们会有个弹指的动作，弹2下，有点你说现在餐厅要叫那个服务员，对，他们弹指弹2下，然后像我们中正大学打得好的话，就比较有点gay 的那个这个气氛了，然后我们就会你们比较戏谑式的，我们比较戏谑这个是张飞有这个口头禅，他的在综艺主持界的大哥，对，主持界里面他都会这个边然后这个头发动一下，蛮有趣的。哇，我想现在很多很年轻的撞球小选手，可能连张飞大哥是谁都不知道，他们可能知道费玉清就很厉害了哈。好，我们至于想要带开集团球，但带开之后结果并不好哦，这个掉到了自己。好，这边来做一个颗星的处理，4号。好，犯规了少见的犯规，是，他是少见的犯规。好，给我们子玉一个机会，但好像不太能4-9碰了那我们看子玉会不会跟他老油条一下做防守。好，我们说一直在做防守就是老油条了好，好球很好，很可以哦，这观念很好他雕他的同时呢，顺便把这个集团球带开，对。观念相当好这个小小的灵魂里面住着一个老人，观念好，这个教练教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子宇的3颗星接进，这个太厉害了我们看到场外这个小朋友张大嘴巴哇塞，他也想说这都可以，哇塞。少年球王还是有一手啊，对，被他秀到了，被他秀到了，回去可以说嘴了，我今天杰克帅的，好，这样子，前2个，后2个，好，这个应该可以打一个盾推了他打拉杆也是可以，要闪过这个8号球就好。好没有闪过8号，那这样7号就留得比较远，虽然还是呛死但应该是可以打个盾推可以让母球靠近7号多一点。
选手在这个打完直球之后，再碰到第二颗直球的这个方向性，可能还有点陌生。好，这个强力的拉杆做到了8号球。好，4颗星的路线相当的标准，4颗星，这颗球打得真好。对，刚才那个高难度的解球之后感觉整个稳定性啊、自信啊，庄智宇是把这一局的完成度都展现出来了，拿下了第2局。没错。这一局里面我们看到2位选手都有一些防守，在化解对方埋下防守陷阱的精彩表现，尤其是这一颗，哇，真的是漂亮。对，刚刚那颗带开的集团球呢，然后又同时交到庄智宇不慌不忙捡了一个3颗星解禁，顺势做到5号球，相当的厉害反正是高手过招啊。对，你来我往。那位选手一个即将迈向大学生涯另外一个小选手还是国小层级，不过都因为撞球的缘分现在在同场较劲。好，哎呀，至于开球犯规了。对，但桌面上有一组集团球不好处理的一个5-7的 CD。那我们来看一下子玉，他能不能在老谋深算解决出这个5-7的 CD。我觉得他的思绪蛮好的然后习惯也很好，也够老谋深算教他的人应该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人我虽然知道他教练是谁但我们这个是占夸奖是夸奖的。说算计是稍微故意了一点，就是有大局观对，有大局观，看得很远3号的红球。好，这个先看到5号球再说了这一颗球就是这样做了，打进拉杆右塞。好，这颗要做防守的话，就是5号往7号慢慢塞了好，这样打是最简单的，让对手看得到刁不死我，进攻不了。那至于有可能会切5号保球母球下游赛，用8-9做 C 这个障碍球，然后左塞或右塞都可以。好，他选择用右塞。好，那这个子玉就被反刁球了。那我们看一下子玉的解球，这个母球跟5号球基本上同高了所以解球应该不会太难，差一点点而已。好，那就是解到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好，子玉解这边，我是不建议解这一边的对，前方留给的那个7号球的影响角度除非他解2颗星。OK， 2颗星的话就要解大力一点，不然你解到球没有再碰颗星也是犯规。好，他还是要做这一侧。好，他先解到球了有碰到颗星，看看运气。好，是留下一个超级大角度的 chance 我原本会说不好进攻，但今天至于有一颗8号球，大角度保球，让我改变了这个说法。好，来看一下他的刀法如何，能不能切的薄如蝉翼？没错，这个看是不是小当家？哇，这次不是小当家了
这个我们漫画作品《小当家》对，就是中华一番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没错，切如宝义就是这个我们的七星刀师那个雷恩哦，在切鲷鱼大赛的时候，把这个鲷鱼切得很薄很薄。好，一样哦，没有进，没有打进，一样留一个大角度薄球给庄智宇。那刚刚那个庄智宇进攻大角度薄球有点受限于身材球了哈，然后距离太远。现在这个就比刚刚好薄一点点，我们看他是不是会保进。好，保进了啊，还顺势带开8球的 CD， 是一个很理想的结果。看一下哈，触及点。6号的底带，哎呀，发生了一些失误，对，好，要小心哦，4颗，我觉得子玉是有机会吃完的。好，子玉选择这个底带，我是觉得不太好啦哈，应该是选择中带会好一点点。打中带哈，对，然后母球3颗星，跑到现在母球现在这个位置。好，他选择灌球，灌球也不错。好，决定要打长边颗星的灌球。好，差了半颗星，好，留下一个远台给庄智宇。一整天的赛事哦，进行到这个阶段，就是专注力一定多少会有一些涣散，要想办法维持住。没错，但这个运气还是站在庄智宇这里啊、他今天已经 lucky 的2颗哦。哇塞！看这个攻挥球的设定，反而把8号给打进了。这个光明灯不知道点了几座、哦。当然，他最近一定是很强运啊，才有办法接连在很多赛事，包含亚锦赛，包含在昨天啊，都达到他最想要的结果。我们说 on fire 手感震烫啊，最近好，这颗球他在想了，他应该还是有可能会选择进攻，然后母球用力去敲7号球了。他没有，他选择要打一个，我不太知道他要打什么。7往看不出左边来他的跑吗？他要打一个防守啦。OK，他原本要躲在9号球的后面，是对。好，虽然白球藏的位置没有说很理想，但是8号这边这个6号的切6号这边对6号这边，应该是有机会切进的哈，力量不要太大的话。好，反复确认一下。抬头观察，由左之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好，来看一下6号球这边切底带。好，这个差了一点点薄了，往外跑了。好，我是觉得力量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点，然后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薄球薄进之后，母球来回跑，做到一个7号球小角度，角度越小越好，这样子比较适合做这个9号球。打7做9，庄智宇。哦，好，很理想。这样一来，应该没有意外的话，第3局依旧是会由他拿下。好，目前比数来到3-0。你说中间有一些小小的乱流，对，但不影响他最后还是完成实力的发挥哈。场边可以看到吴嘉轩应该是跟爸爸没错，在看着荧幕讨论一些事情。今年嘉轩也是闯进到4强行列，他会跟宋佑居这边，不知道他们打完了没有？不知道。对，他们另外的一张门票会由宋佑居跟吴嘉轩2人之间之一产生。那另外一张当然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庄智宇跟李子玉在争夺。好，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2-4把1号球近代路线给封死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庄智宇这颗会怎么选择防守。那这颗球如果要我防守的话啦，我可能会1号去碰到2号带开母球去粘4号球啊，但这比较复杂一点点。那我们庄智宇可能就没有选择这样打，他选择打近远端哈。对，他就是防守1号球。那我的打法是我既要防守1号球，我还要把2、4带开。对。哦，这个就是想要吃全盘的一些布局啊，想创造更多机会啊，让这一球的价值不只是防守。是的，但高风险当然就是会有高回报嘛。那如果不成功，它就是一个损失比较重的发生嘛。但像刚刚这个母球跟1号球的距离，我是觉得可以1号去碰2号球带开，母球去粘4号球，这个还是在可以操作的这个成功率之内。好，那至于这颗打进1号球之后，就也拿2号没皮条了哈。所以我们说刚刚那个，哎呦，运气真好哈，他自己都拍水了哈。好，那他这颗球应该不会选择进攻了，应该是刁球，母球应该躲在4号球后面，把2号灌走。看到刚才这个1号球啊，发生了打偏了，对，但运气很好。碰击哦。来看一下挡的位置 ，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子玉的解球。子玉今天解球有点就是觉得还行，好，大概70%的解到的几率。有印象也有1-2颗蛮精彩的。对，好，打短边的颗星。好，解到之后留下的2号球的呛死。可能子玉还不太懂得怎么跟神明沟通啊。2号的切底带成功，让庄智宇继续往下一颗来进发。好，这个大拉杆啊，好，他走一个低杆2颗星，这样角度会不会太小？
好像还行，刚好的样子。节奏有条不紊的在持续吃桌面上的球。好，我们看到子玉阴阴盼盼的眼神哦，希望子宇有没有一个失误可以给他机会。好，说着说着真的发生失误了，这个我不知道是我嘴开过光还是乌鸦嘴，希望庄志宇不要怪我，然后我这感觉就是会有失误的机会。好，看看他能不能有过硬的技术啊，来看一下。好，做一个很简单的 save， 就是把球分两边，分得远，看不到袋口。好，至于这颗球要灌球，要进攻，那母球待会就不要离9号球太远哦。但是你要这个灌法，母球等一下就算灌进好了，你母球也会离9号球非常远。而且他这几天的灌球，你看又少半颗星，刚才也有类似的状况。没错，好，留下一个7号球，不知道是不是很直啊？这个可能是南港再过去啊，大直啊！好，打进，哎呀，是硬功夫啊！打进之后，看一下母球的回弹位置也很理想。哇！刚看那个进球角度，他应该是原本就是直球啦，他偷了一点点的角度，让母球没有跟洗。好，比数来到了4-0。庄志宇不愧是昨天的冠军得主啊，非常强势的实力，跟他对战的选手，很多时间上都要被按在板凳上面，除非他出现一些失误。我们看他的 highlight 很多都是 lucky ball， 对，有实力然后再加上一些运气的眷顾，就会成为对手很无奈的一个制造机。确实，就是你已经打不好了，你运气还要这么好，气死人！我记得我学长就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球不好可以练，运气不好怎么练都没有用。自排自冲，好，设定好这个冲球。庄志宇的冲球基本上就是一个套路，所以刚刚朋友可以透过落点，很明显看到他这一次的成功率与否。好，你看1号球始终是往中袋方向去，对，然后母球是拉杆，但这颗球有点拉过头，下到赛了。这一次1号一样又是在洞口前而不入。好，哇，子玉的进攻能力很好可惜啊，7号球作梗了，不然他可有一个很好走捷径的机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号球贴壁球他会怎么处理。那应该是做防守了哈。母球看可不可以躲在8号球。哦，他打另外一边哦。那这样子就会给志宇很多操作的空间呢。推得很轻，想把2号球藏得很深，但是结果角度有拉开露出来了。哦，这个冒头了，冒头，这个也可能要被爆头了。是，这种投一点，只要漏一点点出来，以前应该我跟教练很熟悉，以前我那个网咖时代，我们在打 CS 的时候，有时候一躲在墙壁，只要冒出来一点点，一声狙击枪的声音，你就被带走了。没错。好，我们志宇的低杆左塞哈，对，但是把白球也一起进了。对，哇，一整天选手也累了哈。对啊。他说他是乖宝宝，晚上11点就睡。晚上11点就睡了。对了，他这几次比赛都是很早要起来，所以选手要养成一个很好的早睡早起的习惯哦，才会有一个好的身体。像柯家兄弟他们都会去健身房做踩飞轮啊，然后做一些简简单单的负重训练。那我们斯诺克之神啊，欧苏利本啊，他也是一个马拉松选手。他除了打撞球之外，他就最热爱跑步了。哦，所以一个好的选手，其实你有很多运动的习惯，可以帮助你在比赛中获得很好的成绩。先不要光说这个运动带来的肌肉量，光你的心肺能力，在你紧张的时候给你的氧气，就足以让你可以非常的缓和。好，人在紧张的时候，这个耗氧量是非常大的。好，又是6号球，抱歉5号，要打一个颗星的解法。这一次好看一下运气，运气不太好。好，我们看到这个子玉身上的那件衣服啊，前面这个英文啊写着 "I love billiard"， 好，我爱撞球，这已经是成为他的口号就对了。最后的3球7、8、9，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庄智宇把最后3球吃完吗？没错，应该不太会有问题了啦。是，最后一局，那就只能说子玉在晋级过程中还是遇到大魔王哈。没错，其实自己都蛮有机会的啦。是，那就是技术的部分，可能回去还要再多琢磨。然后我们也恭喜啦，恭喜庄智宇拿下这一场的胜利，应该是没有问题。OK， 一个5-0的剃光头，让庄智宇获得了连续2天都杀进到冠军战的机会。昨天他是成功的抱走了冠军跟6000元的奖金，今天可不可以再达成一次呢？并且还有加码2000元，没错，拿下8000，2天赚14000。的状况，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就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公开组的冠亚军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我马上回来，观众朋友。
团杯全国撞球锦标赛好久成瓮底啊！这2天赛事举办下来，也是辛苦了选手跟家长们啊。刚刚在场边跟选手还有他们的家属讨论，其实很多时候很辛苦啊。没错，不只是可能从台南啊来，然后这样陪小朋友一整天这样打。不过呢，我们的比赛也终于要进行到最后的一场冠亚军，由少年球王庄智宇来对上伍家轩，他也是今天哦，这个光华国小代表队走到最远的一名成员，然后还是一位女子队员，是，所以最后一场也让我们的这个比赛啊，性别上很平均，对，一场男女对决。那嘉轩的部分是2局就可以获胜，那庄智宇要吃满5局。对，这个冠军赛又是庄智宇了。我刚刚走过去问他 How old are you？ 他回答我18。我说不是，我说我怎么老是你？对，怎么老是你？How old are you？ 今天也是你，不过确实啊，他是这2天里面的公认的大魔王啦。没错。旁边可以看到光华的老师们，还有在看手机的这位是伍家轩的外婆，今天也是有外公外婆在现场陪他。率先冲球的是嘉轩。对。好，我记得智宇好像比球好像没有赢过哈。对，我们这2天比我转播了他4场吧。是，好，比球没有赢过。可能他喜欢比球的时候，让对手先手。对。连续2天啊，有些选手是2天都出赛这样子。今天比赛完，当然大概也是落在4、5点左右，还有傍晚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好，这个极限薄球让他薄进啊，母球3颗星，来做到了2号球。那这一组球的关键还是在4号球，然后那4号球要去怎么处理呢？3号球应该是还可以进袋，那4号球可能就是一个关键。好，他带开了3号。对，好，那刚刚3号应该是不太能进攻了哈。那除了带开3号之外，他现在又要再思考一下他的4号球该怎么处理。好，他选择拉杆带开，这有点太勉强了啦。哦，因为母球有点太薄了。好，那我们看他这颗解球，应该是解一个薄球，尽量不要解太厚，直接打也可以。看把白球设定的位置，好，如果能跑到9号的对象就更理想，不过这个位置也 OK。嘉轩来观察一下有哪一些球路的可能性。好，一样哦，拿出球杆来测量。好，解得好啊！哇，概念、观念有到位哈。没错，接整颗定杆在那里，然后再运气好碰到中带角，来一个转折，给我们少年球王下马威哦，让你瞧瞧。好，我们庄智宇解到球之后，看一下这个4号球的位置，好，是留下一个中长距离洞口球，然后好，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伍家轩能拿下一局，给我们球王一些压力啦。好，那相当认真的在瞄准。好球啊！
重推的打击点、力道各方面都很哇，怎么会跑来这里呢？这个做球的路线稍微可惜的点哈，他打一下刚刚打拉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球，他应该又要做测量了啊。是7号球已经在底袋的洞口了，不过白球很远，而且前面还被9号球影响路线，看他要弹几颗星去做这个球。好，是不是好？那我们看吴嘉轩的妈妈也是观看我们的直播，然后现场也在守护着他的女儿。好，嘉轩这次拿起了跳杆，准备发起进攻。好，哇，这个没有飞起来啊！小选手在跳球成功率不高，对，他们的手可能太小了哦，架这个高度有点困难，有点太强人他们所难了啦。他们手天生本来就太小，是没有办法架起一个好的位置。那这样就7、8、9就让庄智宇以一个很理想的方式去做，这边应该就顺推。好，把母球定在这个位置，这样打9号球也非常的舒服。好，第一局庄智宇大魔王还是拿下了第1局啊。对，可惜哦，我们原本有机会可以拿下1局的。那个跳球的犯规比较关键。小朋友手太小了啦。那其实国外有很多这个帮手小的选手做出这个增高器，手掌增高器哈，他就在指尖做一个增加场哈，有点像这个中国僵尸片，对，好，指套，以前那个古装剧里面他们戴的指套。其实我都在想，在国外，不是这个古代啊，这都把指甲用的这么长那个指套，这拿东西不是很不方便吗？哦，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因为以前能留长指甲跟戴指套的都是大户人家，他们就是要故意这样子告诉你说，我不用做粗活，我有专门的下人在做粗活，所以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对。好，至于刚才拿下了第1局，现在继续来冲球，看他这次可不可以把1号球冲进底袋，中袋。这次还是也没有。对，昨天好像他在冲球的情况下，1号进中袋的成功率比较高，我记得播到好几场都是有这样的状况。对，今天似乎差了点。没错，但他今天运气点在其他上面，对，没错，他是厉害，技术不到，有运气的哈。好，那嘉轩很认真哈，都会每一颗球都去看这个进球点，不管难或简单都会哈。哇，这个细腻的做球哈，跑到这个位置，1-5的哦。好，那在这颗2号球，可能不知道5号球会不会有影响到哈？看他这个瞄准，好，看来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运气。对，把2号球长深一点也 OK。有掉到，给球王一点压力，好，下马威。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偏颇？不会，我做的还不够偏颇就对了。我们要够偏颇一点。但老师开玩笑，因为他跟智宇很熟。不过这边确实球王可能是听到了他的话语，这边打了一个空，打了个寂寞。那这样就让吴嘉轩有自由球的机会。不会了，我嘴巴上支持这个嘉轩，但我心里更支持嘉轩。好，就是我们也希望看到小选手在这场比赛能够带来一些出乎意料的表现，然后逼出庄智宇更厉害的一面。没错，
好，那我们也看到嘉轩拿到自由球就是要采取捷径的策略了这应该是爸爸赛前的指导棋但是这个母球跟2号球摆的有点近，等一下会有点难出力的。包含2号球撞击9号的那个跑的路径也蛮长的，我们看看它的执行度。可以哦！哇，我们庄智宇点错了。好，这就是吴嘉轩的策略直接打一个 combo 2碰9没有问题，即便2号球的距离跟白球有点近哇，场边的家属很开心。对，我们球王压力来了就是要这样，对，就是要这样，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好，确实，我们很多选手其实要在包含4强的时候，我们看到子玉你说要在智宇手上拿下1局都不是那么容易，没错，所以智宇现在要更步步为营没错，而且因为嘉轩是2局选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要激发智宇一些潜力的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没错，压力下的球王能够怎么样顶住压力，然后更进一步。怕他行不开卡我们说要成长好球，似乎是刚才嘉轩的那个2做9是不是有一些状况？可能是犯规犯规这个连击了。好，我们先再来看一下智宇这边的状况。好，我们回看一下刚才这个2 K 球，很明显的这个连击了。哇，可惜啊，这样是让庄智宇获得捡回，白高兴了一场，真的是白高兴了一场。我也白高兴了一场，哎呀。我就说了，刚刚这个母球跟2号球摆得太近就是会有这个连击的可能会发生，还是发生了。8号轻推中带，有位置设定的也很漂亮。哎呀，好，那么机会球又来咯。难道刚刚这个虚晃一招还是会回到我们身上吗？我们来看看。子玉也很关心这场赛事是因为同为这个晋级路上的对手，大家也都很期待，是不是有人可以在庄智宇手下也抢下几局？好，这个看嘉轩这个做这个计算，他应该是要选择一个灌球，那应该是灌这个我们上帝视角的右下角这个底带。好，那母球要小心，不要下太低杆，母球会洗带。这个有点哇，这个灌的有点偏，但是运气在哪里这个中带的边边角角就差一些啊。好，那留下一个chance给我们球王，球王应该不会再给机会了啦，机会只给你1次。好的，这样庄智宇就拿下第2局。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刚才嘉轩那一球选择用灌不是用切的成功率，你会怎么来评价？因为可能太远了啦，薄球对他来说，他可能觉得失误率会比较高一点。那灌球是打一个后球，那他觉得他后球会比较精准一点点。好，然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中、刚才这个让我们白高兴很久的2碰9，对，结果很可惜哦，因为发生了连续的碰撞，所以是产生了犯规的情况。我跟你还高兴了老半天。对，因为那个打劫速度实在太快了。是那我刚刚以为是他打到中杆然后所以母球没有继续往前。原来是在2次碰撞。是这正如我说的摆太近就会有这个状况。我们常说这个篮球场上有这个8打5的情况，因为还加了3位裁判，所以这是一个3比1的状况，没有开玩笑。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志宇的实力在哪里哦，对，只是希望说在这场赛事里面能够增加更多的不预期的可看性，然后也逼出选手更好的一面。好，我们庄志宇打了一个 push。好，他故意扑到这个位置，就是我会跳球，你不会跳球。那看嘉轩有没有愿意接受他的挑战，接受就是准备跳球啊。如果他不跳，就是给庄志宇跳。好，嘉轩不跳，那球王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庄志宇的跳球，他自己弄自己解这个坑自己是陷阱呢，还是一个门槛我相信他应该也有想到，来看他的跳球，他本来就是这样设想的，因为他的跳球应该是比嘉轩好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运气。把1号球现在跟白球的位置几乎完成了一个对调啊。对，好，应该是留下一个远球，可以进攻的大角度切球，然后嘉轩应该是选择进攻啦，不会选择防守。这个防守比较难一点。好，哇，这个准度相当好好，顺便带着9号球往洞口去。难不成刚刚未完成之遗愿，想要再把它完成，再来展现一次吗？对，这个国父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是统治仍需努力。好，他没有选择攻球，他选择打中带。对，好。这个嘉轩用扣环那应该是要打一个大力的。出杆算蛮流畅的，然后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小所以他把杆子稍微伸长一点点。好，他又要灌球了在精准的算颗星的位置没错，其实他们这个算法这只是抓一个大概了那其实我看他们抓这个灌球都有稍稍的偏差，这个偏差来自于其实我们球在颗星上反弹并不是球心碰到这个颗星，是球的周围这个体积的部分去碰到这个颗星所以他们都少算了一个半径。希望透过之后的这个比赛回放，如果小选手有看到自己的表现也可以听听看全福老师透过这个第3人的视角去观察你们，然后给你们的建议，之后去适时的修正。那相信在撞球之路上呢，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庄志宇这颗防守，母球躲到8号后面。放得非常的厉害，掌声！真的是又能攻又能守，没错。
把白球完全隐藏在8号的后面。对，然后进攻的是远在另一边的4号粉色，抱歉。他并没有看清对手啊打得非常的刁钻。这边是要做一个长边颗星的解球，1颗吗？一颗就可以解到，对，1颗就可以解到。但我看嘉轩怎么越解越我觉得他越短2颗，他越解越短哦。对他刚刚算的点明明就不是这里，但他却修正他的打点哈。小朋友有时候算完点，然后走回原位，之后刚刚那点就不见了，然后他就不管了，他就在打，他就在打。好，要不然就是记不住那个点，我就觉得有时候蛮妙的。好，庄志宇这颗6号球做到很直，然后那只能小拉，但等一会7号球会是贴壁啦，那有可能在打7号的时候会出现失误啦，做错边的失误。好，6号球打进之后，母球没有往后退，对，完全定在那边。对，那这样子打7号球就会出现失误了哈，这样会做不到8号球。果然如我所料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志宇这颗7号球，他选择防守，然后跟年纪小的小朋友都不用强攻，我们都用防守之术哦，跟你我过2招，你就自然漏洞百出。是，这是这个以守代攻的一个策略。没错。好，好，嘉轩果然经不起诱惑，还是进攻的哈。好，那留给这个中长距离的切球给少年球王。那这个球不太好做啦，那我们就是敲8号啦，打进7号敲8号，看结果怎么样。不会，看关圣帝君会不会给9个圣杯哦。7敲8，敲的还行吧，应该还行，还可以进攻。有跑出来了，没有藏在9的后面。给7个圣杯。那我是建议可以再小力一点点的哈，就是让它停在中带附近。但这不可控啊，这以他们现在的打的方式，可能比较难控制。8号球底带有哇！稳定的基本功啊，就是可以创造很多可能性。这样子，张之宇就连续3局拿下了。距离他连续2天完成冠军的连霸有更进一步。没错，我们画面上看到很多低气压的感觉。吴嘉轩的亲友们，然后我们可以振作一点，我们不要这么低气压。好，我们还有机会的，还有2局。对，你要想庄志宇这样连续拿了3局，也只是追到大家都还剩2局的状况而已，还有机会的。大魔王般的存在，而且冠亚军战的排球就是由我们的场边工作人员来执行。看这次可以把1号球冲进了。好，看1号球一样往一样的设定，对。好，啊，就算没有进中带，也是1颗星残往底带，然后还是一个呛死。好，那1做2
角度非常自然哦，切进1号之后，母球直接上来做2号球，关键是4号。好，这整盘的关键就在4号。好，跟老师说的一样，目前都还在剧本里面。一个圆点的轻切，把黄色带进之后，回弹到蓝色这边，也是一个轻手。每次看到这个，我们每次影片中的回放，我就想到一个蛮经典的电影，然后它也是有关于，它是把未来播放啊，它叫《关键报告》，它是在讲述预防犯罪，对，就是把未来这个犯罪的事实啊，先把它这影片调出来，然后我们就谁未来会犯罪，我们就把它拘捕起来。是，那其实里面有蛮多议题可以去讨论的啊，就是我已经知道你会犯罪了，那我可不可以先把你抓起来？这个东西是蛮值得讨论的。他直接把犯罪人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源头上面去做消灭，是就我们的阿汤哥 Tom Cruise 在2002年上映的这部美国科幻电影，导演是史蒂芬史皮伯，也是名导。没错。好，来到老师说最关键的4号球了。对，然后我们直接做一个防守来考考嘉轩。那嘉轩是要跳球呢，还是要解球呢？跳球是比较直接的答案，但是解球也不常是一个好的做法。可惜他这次没有好好的计算到。对，他这次用肉眼看一看就决定出手了，所以在2颗星的弹跳之后，距离跟计算的有落差。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名导史蒂芬史蒂伯他其实拍了蛮多让人家会去讨论的电影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他最有名的电影应该是一个叫《E.T.》啊，是E.T. 非常经典。对，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于外星人啊讨论的非常热烈啦。那究竟外星人对我们是友善的还是敌意的，不知道。那这个近代最有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啊，就给我们一个很严重的忠告，就是不要试图向外星生物联络到。好，庄智宇拿下了第4局，距离他收获胜利只差1局之差，而嘉轩还在寻求机会，看看可不可以至少在球王这边也抢下1局哦，从球王的手上抢下1局。好，看一下刚才这一局的一些精彩回放，几个轻手的做球都很到位，加上中间埋了一个陷阱给嘉轩去考验，然后对方发生了犯规的自由球之后，基本上就定掉了这场比赛后半段的走向。现在背景这个戴着口罩，穿着白色的衬衫，双手抱胸的这位是嘉轩的外公。刚才也在场边跟他聊了一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会打撞球，只是兴趣打好玩的。对，只是说这样子孙女啊就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没错。在以前那个年代，这个撞球桌啊，有可能就是存在这个杂货店前，是对啊，大家赌的可能就不会是这个钱有可能是会是饮料啊，或者是糖果之类的。哇，这一次的开球，把粉色
4号球打进，然后并且把1号球直接停在了洞口的位置。其实说到外星人这个话题啊，其实国内外都蛮多影视作品在做这个外星人的拍摄。那其实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看过华人里面拍外星人拍的，让我比较有感觉的是一个叫倪匡的，他有一个作品，科幻小说的作家。然后他有一个外星人，他们带着一个高等电脑来地球上，然后最后不小心迫降了，然后为了寻找这个高等电脑，然后展开一个寻电脑之旅。是，然后这个电脑就是龙珠啊。对，我就觉得这部片那时候拍的蛮好的。像这个早期的科幻电影，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是，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当年很多科幻电影的情节也随着我们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步步逐渐的在成真。好，比赛进行的很快速，剩下7、8、9了。庄智宇连续的在清场。好，这个角度稍微做大了点哦。好，我们来看庄智宇怎么去解决这个自己做球上的失误。好，应该会不会打一个刹车球反赛呢？还是轻轻带一下9号，还是4颗星？好，他选择带的结果不是很好，但是桌上就剩1颗球了，是距离母球跟子球距离也不远，那就是准度的展现。好，关键时刻，庄智宇的听牌球，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发挥。好，没有问题，这样就恭喜庄智宇了。最后是以5-0的方式，还是连霸完成8月31号以及9月1号连续2天周六周日，最后拿下冠军，6000元奖金的都是他。那再加上我们大会加码的 bonus 呢，2日均获冠军者加码2000，这样子庄智宇这个周末就有14000的进账啊。对，那更重要的是可以跟选手们做一些交流，这样子的状况。没错，对。那我们现场呢也来到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啦。是，不过在请这个重量级嘉宾之前，还是请林教练这边快速帮我们总结一下这2天你看到的选手的表现跟本届赛事的水准。是，其实有蛮多小选手的这个表现是让我非常惊讶，沉稳的表现啊。然后还有这个态度以及大局观，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然后他们的表现，今天的表现胜过于昨天的表现，我觉得这就是进步每天进步0.5，那过了10天就会有更大的成长。那这几位选手，我希望他们能保持良好的态度、好的习惯以及大局观。那一些选手在态度上面或者是习惯上面，可以从他的同才之间去做吸取，是，那就会有所成长啦。对，好，也谢谢这个林全甫教练今天这2天跟我们的精彩讲评，然后也给选手做了非常多忠固的建议，也希望选手们在未来的这个路途上呢，也可以在撞球之路持续精进，然后或许可以回看一下比赛这2天的进展，然后听听看全副教练的一些讲评然后跟自己的教练团来做讨论，相信呢都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好，那目前在主播台这边呢，我们也为您邀请到这个赛后的访问嘉宾，也是今年这场杯赛带了许多选手来参加的高雄光华国小的李淑慧教练李淑慧校长午安。午安，大家好。是。校长这一次带了这么多这个光华的小选手，包含我们刚刚在这个冠亚军看到的吴嘉轩，这位女选手也是来自你们学校。其实学校在对于这个撞球队的栽培跟训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平常？平常我们是在中年级的时候，我们会经过
这个海选的一个过程哈，把这一个选手先选出来，然后再利用练习的时候，就是利用早自修跟午休的时间2个时段来练习。那假日如果说有特别的一个集训，假日也会来练习。那撞球队在贵校成立多久？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下来成立的？那真的是要感谢2个人一个就是我们的前任校长洪志一校长，那他是提供了相关的一个设施设备那争取了很多的一个设施设备的一个补助。那第2个更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潘胜元老师。那潘胜元老师是我们的正式老师，但是因为他从小就是家里面经营撞球间，所以他有这个撞球的一个技能。那当校长邀约他来的时候，他也非常开心就开始了一个我们的一个撞球的指导。那我们大概撞球队目前成立到现在是8年左右。对。好，那想再问一下校长，就是其实国小的同学除了在顾课业跟快心成长之外，像培养一个第2兴趣或者是一个运动的爱好，那不只是撞球或者其他运动都可以。你觉得对于学生们在这个求学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学校有很多的一个球队我们不只是撞球，还有篮球，还有滚球那还有独轮车。那在撞球这部分因为撞球它需要稳定，而且它需要身心的一个协调。那孩子的思虑要能够冷静，要能够相当的一个稳定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其实经过这样长期的一个训练下来其实这些孩子本身就非常的优秀，然后再加上教练的指导跟我们家长的支持，这些孩子不乏有很多非常的优秀像毕业的时候有几个都是我们市长奖毕业，就是全班第1名那上了国中，上了高中，甚至上了大学之后也都非常的优秀。像有一个邱思维这个他今年也他也获得了9号球的一个全国锦标赛的一个冠军。好，应该是保送目前是就读在正修大学。刚才透过这个转播的画面可以看到，我们的会长正在给这些光华的小选手们做颁奖。这一次真的表现得非常出色，带团来，然后也收获很好的成绩。好，那最后再想问一下教练，再想问一下校长，就是会给他们今年拿下好表现之后，最后一个很好的期许，希望他们明年有什么样更好的表现？我希望这一些孩子能够不忘初衷继续在我们的这一个撞球的运动里面求好求精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那另外我们也挹注了一些的一个像双语社团然后我们也争取到教育部的体育团队的一个补助款，都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撞球队的一个学生发展能够更好更精准。好，我们也希望您的承你贵言，我们这个光华国小未来小选手的表现都能更好。那我们这里再次感谢李淑慧校长在这个赛后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今天的转播工作到这边就圆满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所有喜爱撞球的观众朋友的收看。那也期许您呢在周末剩下的这个傍晚时光有一个非常好的周日夜晚。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